这条路都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，又长又烂。哎我操！好深！伢子都像小屁娃一样，还喜欢去操点水。你摸下里头有鱼没得哦？经过10分钟的跋山涉水，我们终于到屋了。今天是回村的第3天，前2天我们把院坝的卫生基本打扫完毕了。到了屋才发现钥匙没带，那就不能怪我了，只能抱你开锁了。开了呀！我现在才发现那个门锁与不锁没得啥子本质上的区别。那间屋的房顶已经千疮百孔了，就像经历了战争一样，身上全是弹眼。今儿回来才发现，昨天晚上淋了雨，电线短路，把保险烧了。这个灯儿啷个不亮啊？是没电的哟。没电的噻，跑去烧了呀。有没有电暂时先不用管了，反正也用不上。先把这间屋收拾出来吧，也不至于晚上搭帐篷或者在镇上去住。这些簸箕是我小时候婆婆养蚕子用的。要是说搬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然把手割到了。非要喊我戴上套，他说戴上套安全一点。听人劝得一半，我还是把手套戴起了。首先我们要把那个水缸先搬出去。要是说那个水缸以后就不用来装水了，里面拿来喂点鱼，放点水草。放哪个？再把那个木桶浴缸搬出去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跟姚子2个都在浴缸头洗过澡。当时我们还在浴缸里比哪个屙尿屙得高。浴缸搬出去后，姚子都在发神了。然后我们准备把那个风车搬到院坝头去。确实那个风车太重了，粗的估计大概有100斤吧，搬了一小段路都把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哎呦，好嘞！3、2、1，上！哎呀，嘿！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搬上来了。那风车有好多年都没洗过澡了。姚子说给风车洗个澡，给风车洗澡的时候，居然发现风车还有生日。光绪20年3月2。给风车洗完澡后，姚子就迫不及待地摇起了风车。哎，莫空搞哦，空搞肚皮要痛。给风车洗完澡后，我们准备给那杆屋彻彻底底地清理一下。把院坝上的柴火彻底收拾一下。堆在门口的柴火好多都长虫了，我们决定把一些好的柴火留到起，把一些撇的柴火拿来烧了。今儿那个风向还有点怪耶，我们往哪边走，它就往哪边吹，于是就发生了接下来这一幕。腌制腌糊腌我3个水打平我，你吃大拌面，我吃小拌面，你吃了不够，在我这儿腌。终于不行。随后我们就准备把好的柴火搬到猪圈屋头去。柴火归纳完毕，现在开始收拾熔岩脚料。经过3个小时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把这些烟结料收拾干净了。最后一串。耗时6个多小时，终于把院坝彻彻底底的打扫干净了。明天我们都准备去县城里买点瓦片，把这个屋的房顶盖。看他好大个娃，瞪不怕。看他好大个猪脚杆，瞪不怕。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要教练这些，要搞点战士。战士，来吧。还好邓总这里没安监控哦，要是安了监控，邓总秒就能遭气短。在等邓总的途中，姚子一直在玩瓦。还好邓总及时赶到，止损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我心目中的邓总肯定是穿西装打领带。然后我们决定先从这个柜子入手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这个柜子搬了出来，还搬了一些老板凳出来。这些老物件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洗过澡了，趁着今天的阳光，必须要给他们洗个日光浴。把老板凳洗完过后，我们就开始洗这个柜子了。洗柜子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姚子居然还有这个癖好，居然喜欢穿黑丝的腰裤儿。洗了看着呢，水干干，它这个是水汪汪。这个老柜子洗了过后的颜
色就变成红彤红彤的。大家帮我看一下，我这个柜子是不是红木做的哟？要是是红木的，点赞的合伙人们，你们也跟着我发财了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。那个院子是我们的老房子，一共有3栋独立的房子，我们准备先把其中的1栋改造出来。然后再把门口的土地全部承包下来，打造一个共享的菜园和牧场。到时候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可以过来种植个人喜欢吃的蔬菜。现在就开始运到我们的小院里面。你跟哪点？然后哪一家？窑子玩完压制过后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卸木头了。在卸木头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收废品的，正好可以把屋里不要的废土那些都给收了。这边收废品的清理的差不多了，一看时间到中午饭，我们就准备上房揭瓦，把这间要改造的房子的瓦全部拆了。你不要站到我底下哈，在那个打个包。然后我就跟姚子分工合作，他在下面躲，我在上面躲；他在里边躲，我在外面躲。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小叔就回来了，他说他也要加入我们夺瓦军团，要跟我们一起夺瓦。耗时6个小时，终于把瓦夺完了，累得我像条哈巴狗一样。明天我们就准备盖个新房顶。唱山歌哎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打造共享庄园的第一步，先是改造房子。昨天我们已经要把改造那间房子的瓦片给拆了，今天要把老房子的旧房梁也给拆了。由于我跟姚子2个都不是专业的拆匠，所以我2个拆了半天都毫无实质性的进展。我就和姚子决定上房顶上面去拆。姚子看我上了房顶过后，他说他也想上了。姚子上来过后才发现这个梯子完全无法承受他的体重，再加上这个墙体是12墙，只有一皮砖，不太牢固，害怕墙体直接垮了。你先莫往上来，你先莫往上来，你先莫往上来呀！对于我2个小白来说，上房顶拆梁确实不安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这种专业的事就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我弄那个太危险了，可能我2个又不是专业的，那个还找专业的人来。好些点莫搞到菊花哦。所以我俩决定还是不上房梁，坐在下面用棒棒夺。我操！不影响。姚子这个二货一不小心用力过猛，把窗户就给弄碎了。然后我们就准备拆另一个房间的房顶。哎呀，我的夸！我看姚子一个人在那里拆，拆得挺辛苦的，我决定过去帮他一下。这里拉我的头，看这个支撑的地方。我就拿起祖传的钉耙和姚子一起拉，结果没考虑到这个钉耙很多年没用了，已经朽了，然后用力一拉，钉耙就烂了。老子的钉耙，我的钉耙遭拉烂了。我和姚子2个不但能拆家，还能败家。姚子打烂了个窗户，我弄坏了一个钉耙。在拆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姚子就说看这2个柱子已经不爽了很久了，于是姚子就说要把这2个柱子干掉。不要撇！把这2个柱子弄掉过后，我们就开始沉浸式的拆家了。你在下面的夺，我在上面把它抽，往下面抽。锤子得行嘞。我们在拆到一半的时候，卖瓦的邓总已经到了我们村头，叫我们去接一下他。那个电杆哪点？哎，邓总，你要亲自送啊！邓总，我们4个人下，人均就要下100坨啊，够得下哟。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还有2点了，加油干！在。该说不说，我们4个人做活路还是凶得踢爆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就把这400捆瓦就继续拆除旧房梁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那里全部上面的旧房梁全部给它弄完，整了一上午了，那个确实有点难整。费时1下午，终于
把部分的老房梁给拆除完毕了，还剩下最后一点我们不敢拆了，因为隔壁的房子离得我们很近，我们怕拆的时候这个房梁把人家的琉璃瓦给打碎了，到事儿多的事情都整出来了。反正明天工人要过来放梁和盖瓦，那这点活路就交给工人来做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。搬完房梁过后，我就收到一条网友的信息，他说他给我寄的电锯到了，叫我去拿一下。然后我就跟姚子两个去镇上拿快递去了。这条新电锯还这个，这么多电池啊！特别感谢永福网友给我们赞助的电锯。耶！可以。姚子就拿着永福网友赞助的电锯去把之前没拆的房梁给锯了。刘雪，哎呀！上次顶顶，哇，这样，我是棒棒，这是拆完了。今天正式动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最后各位合伙人别忘记点赞哦，点赞就能成为我们的合伙。买了3吨水泥、6000皮砖和3方4份，1袋水泥是100斤，3吨水泥就是60袋。虽然我跟姚子两个做活路兄弟踢爆，但是我两个搬东西还是个小趴菜，所以说我们就请了一个搬运的工人帮我们搬这60袋水泥，一共是40块钱的工钱。这60袋水泥把这个搬运师傅整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汗流浃背的。以前我跟姚子两个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这次看到搬运师傅挣钱不容易，我跟姚子的内心触动也挺大的。以后我们还是要节约点，挣钱不容易呀。这60袋水泥硬生生的把搬运师傅从白天搬到了黑夜。第2天建筑工人入场了，我和姚子准备把这间垮了的房子给清理出来，重新去一个生活间，里面包含了洗手间、淋浴间、洗漱台和梳妆台，还有一些家居电器，到时候都放到这个房间里面。经过2个小时的清理，这个房间从以前的杂草丛生变成了现在的一尘不染。然后这2个专业的工人师傅就帮我们拆墙了，因为我想把右边的窗子开大一点，再加上我们要换新的承重，所以说必须要拆一部分的墙才得行。建筑工人就在沉浸式的拆房子了。耗时6个小时，终于拆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工人师傅也该下班了。明天主要的任务是给窗户和门打过滤，然后再把之前拆的渣给去上去。最近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问我们，为什么不推了重新修，这样省时省力又省钱。我们不想推了重修的目的是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房子，我爷爷都是在里面穿茶裤长大的，这个院子存在着太多的回忆与往事。我跟姚子也是在这个院子长大的，有许多的情怀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就想尽可能的保留院子原有的风貌。再加上我们祖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，在这里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。这个祖屋有200多年历史啊，存在这里有非常多的回忆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只会把这里进行加固，就算地球爆炸了也不可能拆了重修，就算加固的费用远超于重建，我们也不会考虑拆了重修。今天我们准备把这间屋的过滤给搭好，我小叔就拿来了脚手架，我2个一起搭建。搭建好脚手架过后，他们就开始上过滤了。我小叔就和这大工干着专业的事儿。因为今天没请到小工，我和姚子只有干着小工的活路，然后我跟姚子就开始踢砖了。做了小工的活路过后，才知道小工不但要踢砖，还要给他们递砖，还要和水泥，所有的一切杂事儿都是小工做。大工安排小工做啥子，小工都做啥子，一切服从大工的安排。耗时5个小时，我跟姚子终于把拆下的砖给踢完了，整整踢了2000多皮。大妈，你今天踢了2000皮砖，你做活路还有点凶哦。皮包，大骨子一个皮包，打谷子、采花生、摘秧子，大包裹，兄弟皮包。屋里门的过滤已经上好了，我们现在上窗户的过滤。这个窗户的过滤是1.9米的，少说也有几百斤。这个大工和我小叔是抬不起的，他们就叫我2个小工来帮忙。我跟姚子2个把在凉台里面吃奶的力气都使光了，才把这个1.9米的过滤给递上去。
这间房子我们会整体升高40公分，再把左右两边的窗户扩大一点。原本在外墙还准备开个落地窗的，但是我姑爷说开到那里风水不好，所以就只把两边的窗户扩大就行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所有的工人就到位了。我们一共请了5个工人，3个大工，2个小工。该说不说，这2个大工的活路还是有点凶哦，短短半年时间就把这里裂开的墙面拆了给锯上去了。正好现在我跟姚子没得啥子事儿的，我们决定去采访一下这些工人。不得不说，老一辈的人要比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更能吃苦耐劳，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为他们点个赞。今天主要是把有裂痕的墙体拆除过后进行重建，再把整个房屋的墙体升高了40公分，再把所有房间的过滤给安上了，这样就显得更气派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改造老房的第15天，今儿的任务主要是搭建房梁和上房屋的挑。我和姚子突然发现，我们把挑运回家后，大工师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的挑工安上了。结果那个大工师傅说那2个名字都不好听，还要给我们的狗儿重新取个名字。叫月手快，一个叫这个事情。你们觉得大工师傅取的名字好听点吗？还是我取的名字好听？上午几个大工师傅在给我们换挑，和把房子在原有的基础上升高40公分。我就和姚子把垮了那个屋的地基给填平，我们准备把垮了那个屋重新砌起来，做一个生活间儿。我们在询问了大工师傅的意见过后，大工师傅给我们说，那间屋弄开大，拿来做生活间儿确实有点浪费，再加上化粪池离这间屋非常的远，后期容易造成排泄物的堵塞，所以他们不建议我们在这里砌个生活间儿。到了下午，大工师傅都在给我们找平房梁。该说不说，那个大工师傅还有点全能咯，一个人兼了多个职位，既能切砖又能改木头儿。耗时5个小时，大工师傅终于把这几10根房梁给找平完了。明天我们村头有个老辈子满80，今天晚上我要跟姚子2个去拜个寿，吃个席。好了，刚刚有点多愁善感了，现在给各位监工汇报一下我们改造进度。昨天把房屋的挑和过滤已经上好，今天就准备上第1根房梁。今日上梁，富贵吉祥，荣华富贵，万事持昌。第1根主房梁上好过后，工人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上其他房梁了。该说不说，那些工人的速度比博尔特的速度都还快，3、5几个小时就把所有的房屋的房梁给上好了。然后那些工人都在房梁上搭建隔板，不得不佩服中国式的速度。我跟姚子2个屙过野尿的功夫，那些工人都把我们房屋的半个隔板给钉完了。由于姚子没买保险，又不敢上房梁，只能在下面做点活路。于是姚子就喊那个小工师傅教他啷个扶墙。小工师傅教了姚子2遍，姚子就说那有啥子难度哦，比接个婆娘都还撇脱。于是姚子就亲自上手操作。吃饭是怎么样？姚子才扶了一小半，上面的那些工人们已经把房屋的所有隔板都安好了，现在都开始在安吊唁板了，准备先把其中的一栋改造出来。耗时20多天，我们终于把这栋房子的房顶给改造好了，也把所有的窗户和门都扩大了。我们这间房子的屋顶也是采用以前的小青瓦，之前也有网友建议我们用琉璃瓦，琉璃瓦跟小青瓦相比之下，琉璃瓦更经济实惠，而且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是相当的低。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听从网友的建议，因为对于我和姚子2个来说，房顶的经济性和美观性，我们更倾向于美观性，所以说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小青瓦。昨天工人们把这间屋的外墙用水泥活砂涂抹了一遍，今天我跟姚子2个就准备把之前的建渣给处理一下。到了我们院子过后，姚子就开始跟他们分配工作，姚子就负责砌墙，我和这几个网友就负责处理建渣。这2个小老妹儿网友确实不行了，仅仅只是把屋里的砖儿给搬出去，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，吆喝着要休息了。我和姚子2个又属于那种怜香惜玉的人，见不得女儿受委屈，所以我们就叫他们别干活了，看着我们干活就行了。然后我就和我兄弟伙负责收拾地面的建渣，姚子就负责砌墙。这个墙就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，又长又臭。姚子踢了几10分钟，这个白墙体简直是纹丝不动。屏幕面前的各位监工们，有没有啥子办法能让这个墙面迅速的脱落？这种没耐心的活路还是让姚子来做，我还是负责处理地面的建渣。耗时3个小时，屋里的建渣基本已经清理完毕。
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清理外面的建渣。那个黑胖的兄弟伙是我今天雇到拉过来的，自从我跟他认识以来就没看他瘦过，所以今天就把他拉过来锻炼一下，顺便给他减点肥。该说不说，我那个兄弟伙出起活路来还是凶得皮爆，把这里当成个人的屋头在做活路一样。几下就把外面的建渣也给清理完毕了。清理完建筑垃圾过后，姚子说下午不想干活了，正好现在枇杷也熟了，不如现在去摘下枇杷。姚子今天给这块石头杠上了。原本这里是粮仓的，我和姚子在想，我们以后又不这样子打谷子的，留着这个粮仓没得啥子用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拆了。以后这个卧室就更大一些。这个粮仓周围的墙体还好拆，就是这个底部是太牢固了。这个底部是用钢筋水泥混合在一起的。你看姚子脸都正红了，洪荒之力都使出来了，整整敲了几百下，才现在这个进展。姚子说他平时3拳都可以打死一头牛，居然还奈不何这点东西。姚子是一名退役军人，在体力方面是没得说的。今天一上午我跟姚子两个啥也没干，就只是把这粮仓的底部给拆除了。姚子一看时间到饭点了，正好他肚皮饿了，说要去搞点伙食。下一步的计划是给外墙做一层喷砂，然后再去碧山木材市场淘一些旧窗户和旧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最后各位合伙人们，别忘了点个赞哦。我们下期就请来了做喷砂的师傅，准备给我们改造这间老房子，外墙做一层喷砂。之前我们也找了一些喷砂的师傅，问了一下价格，有的报价80块钱一个平方，有的报价60块钱一个平方，还有的报价40块钱一个平方。这个价格是根据材质和工艺上下浮动的，材质不同，工艺不同，那么价格就不同。最后我跟姚子选的是中等价位的喷砂。我们目前的墙面是水泥河砂，如果直接做喷砂还不得行，还要在外面刮一层腻子。我和姚子回家改造了老房过后才知道，这个墙面的装饰就跟女娃化妆是一样的。水泥河砂这一层就好比女娃的素颜状态，女娃化妆第一层涂的是粉底液，那么墙面化妆第一层涂的就是腻子，也俗称大白。两个喷砂师傅把腻子浓稠度调好过后，就开始给外墙化妆了。该说不说，这两个师傅做活路凶得皮爆，比姚子都还凶，10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半面墙给刮好了。现在就开始刮另外一面墙。在刮到一半的时候，我隔壁的姚婆婆她晓得我喜欢吃枇杷，就不晓得在哪个坡儿上偷了点枇杷拿回来给我吃。老婆婆拜托了几句过后，这两个师傅就快把另外一面墙给刷好了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打脚手架，给侧面的外墙刮腻子了。用时2个小时，这两个师傅基本就把外墙的腻子给刮完了。要等腻子干了过后才能做喷砂。这个腻子干的话，起码要等到下午了。姚子就说马上也要到饭点了，要给这两个师傅露两手。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会儿，下午再做喷砂。开始给外墙的乳胶漆调色了。调完色过后，就给外墙的腻子再刷上一层乳胶漆。乳胶漆刷完过后，这两个师傅就开始用空压机给外墙做一层喷砂。该说不说，外墙化了妆过后，确实感觉不一样。我终于晓得女儿出门为啥子要化妆了。我们外墙的墙基本上已经完工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室内的装修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后各位监工们，别忘记把那个空间收拾出来，改造成一个花园，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收拾那块空间。
把这块空杂草和地石清理完毕过后，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泥土，以便于后续促进花花草草的生长。顺便又把旁边的稀石板台阶给清理了一遍。清理完毕过后，姚子说那个花园目前差点啥子东西来点缀，于是姚子就说去他亲戚家的田里面挖2棵红枫树，去挖2棵红枫树种到我们花园里面。姚子一个人就在下面挖红枫树，我又晓得姚子那个人打小就怕蛇，于是我就准备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黑下他。看那啥子？那黑哪里？我这才敢继续下去挖那棵红枫树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一块大大的种子开。把2棵红枫树栽好过后，姚子说还要给那个花园筑一个围栏。原本我和姚子计划是准备用竹子编个篱笆的，但是仔细一想，我们又没得那个技术，还是用木板筑成围栏比较合适一些。于是第二天，我跟姚子就来到我们兄弟伙的木材厂，挑选一些废边角料木头来做花园的围栏。耗时2个小时，这个花园的围栏基本完工。正好前2天我们在网上买的花种子已经到了，我们准备把那个花种子播种下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各位监工们别忘记点赞。今天起来了挖机，准备在小院外头挖一个大的露台，以便于后期建造一个休闲的凉亭，顺便也把化粪池给挖了。我们目前所改造的那栋房子只有2个卧室1个客厅，原本我们计划是准备把垮了那间屋取成一个生活间，里面包含了厕所、化妆台、洗漱台等等，但是由于考虑到排水问题和没有地方挖化粪池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考虑把那间屋弄成一个生活间，我们还是把生活间换到另一个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台挖机，挖机师傅都开始动工了。原本我们准备是等玉米收获了过后，再在这里挖化粪池的，但是这个玉米成熟至少还得等1个多月，所以我们不得不舍居保帅，挖掉一部分的玉米株。几经波折，我跟姚子终于把瓷砖给拉回来了。自从我跟姚子回家改造了那个小院儿，才晓得装修行业的水是有多么的深。就仅仅只是那个地砖，我们跑了2个区县周边的瓷砖市场，对比了价格，相同尺寸、相同产地、差不多的花纹、差不多的材质，每个瓷砖批发市场报价各有千秋。首先，我跟姚子2个去了荣昌的恒大瓷砖，跟我买的同尺寸同花纹的瓷砖，跟我报价是50多一块。然后我们又去了荣昌的吴氏瓷砖，跟我们报价50多一块。然后我跟姚子说，我们再去其他区比一下价格。然后我们又去了大同的林联瓷砖，
段，给我们报价40多一块，以上报价都超过我们的预算了。然后我跟姚子又去了大众的财神瓷砖，同规格同花纹的瓷砖给我们报价40块钱一块。虽然说那个价格也超我们预算了，但是目前来说是报价最便宜的一家。我和姚子一拍即合，就在那家订了。今天2个兄弟伙晓得我们瓷砖到了，特意跑过来帮忙。扣下喊起，撞起，走正了都在耶。来，赶紧，老姐，待把我们胖哥炸死去了，要吃席了。由于我们贴地砖的视频丢失了，没法给大家看施工过程，一会儿直接就给大家看成品。今天我们准备把内墙刮成绿紫，一大早刮荔枝的顺儿哥就到达了施工现场。那就刚才把我的蜘蛛侠也给我放起了，工作服放起了。把这栋房子给弄干好，最后各位监工们别忘点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还有几个网友在评论10多分讲到我们的原版题，一是要吃的时候先把原版收拾出来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我们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了。右边还有2分钟就到了，今天工作效率是提高了。又学会一个新技能，和嘴力。和水里不水里，刮河渣。那个做完了，我都在工地去打工去。
后还有耳门锁一下，然后明天就来把它安装起。